欢迎来到盖亚绿专业，这是我们国际碳权交易市场全攻略和实务操作的第2单元哦。首先呢，一样呢，在上课之前呢，请务必要下载我们的课程讲义，一张图看懂碳权交易哦。我们上次呢是说了第1单元，也就是右手边的这一个部分，主要就是逻辑跟理论性的部分哦。这一张图呢，其实是你后续复习的时候很好的一个统整哦，所以请务必要下载哦。我们这一堂课分成3个单元哦。那之前我们在第1单元的部分，其实就是建立起碳权的整个逻辑，强制性碳权交易、自愿性交易是什么样的逻辑、原理跟交易机制哦。那接下来第2单元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说说在实务上有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接下来第3单元就是会做实务的操作哦。今天第2个单元主要会分成3个重点哦。第一个部分就是国内外碳权开发的差别，第2个部分就是碳诈骗的套路哦。因为最近我真的也听到了太多的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仔细看一看其实都不怎么可靠哦。那第3个部分就是如果个人想要做碳投资的话，可以有哪些的管道，相信就是跟上一章的逻辑性相比的话，就是会比较落地跟实务上的一些经验分享哦。首先呢，来到2之1，我们来看到国内外碳权开发有什么差别哦，就是国内跟国外。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国内的话，是我们的气候变迁因应法里面其实是有温室气体自愿减量抵换专案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哦。那事实上我们在第1单元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其实所谓的国内的碳权开发，其实环保署为了做区别，所以给它一个不同的名字，叫做碳抵换专案哦。但是其实它在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其实它就是自愿性减量方案，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其实环保署就有一个网站是事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资讯平台，里面呢就有抵换专案的专区哦。那抵换专案是什么？这个抵换专案呢，它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哦？它是因为是自愿性的，它的减量额度呢，其实就是你，例如说你抵换专案前的排放量呢是100，但是呢，你自愿性减量之后，自愿性减量哦，是自己减量哦。你自愿性减量以后呢，剩下60万吨，然后你的减量成效就有40万吨，那你这个40万吨就可以去申请减量额度。那你减量额度呢，申请完了以后，你可以拿来做什么应用呢？就是可以用来做新开发案的环境政策。环评就是环境影响评估的抵换，或者是做总量管制的责任抵减，这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法遵哦，就是国内的抵换专案其实可以是做总量管制的责任抵减的哦，然后你可以做自愿碳中和跟其他的应用，就是拿去市场上卖。所以这一个是所谓减量额度的计算，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减量其实是一段期间之内，那这个一段期间之内，有些是短期的2-3年、7年，或者是长期的20年，不一定哦。但是呢，它的减量里面呢，其实就是你可以每年获得一些减量专案，然后一直到你这个专案执行期结束为止。所以这个是减量额度的计算，所以你可以拿到的碳权量就是这整个框框的部分哦。好，环保署的抵换专案会因为你的减量措施规模而分成不同的减量专案类型，规模分成3项哦。一个是微规模，微规模的意思就是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小于5 megawatt 哦，然后节能类型要小于2000万度每年，减量类型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小于等于2万吨，然后 CDM 的能源类的话，你就必须要大于500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那如果呢是小规模的部分呢，就是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是小于15 megawatt， 然后节能的话就是小于6000万度哦。然后减碳类型的话，它这个就是以6万吨每年作为一个分隔线，然后大规模就是比小规模大的都算是大规模，所以也是有趣。然后呢，总之呢，这个微规模的微型抵换哦，它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更容易熟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一般而言呢，这个抵换专案它必须要符合4个外加性。
一个是法规外加性、投资外加性、障碍分析，还有它的普遍性。但是呢，如果是微型抵换的话，你只需要符合规外加性就可以了。就它减量措施啊，就是只要说你不涉及法规要求，就是这个不是法规要求我要减的，我是自己减的自愿性嘛。所以呢，你只要符合，然后或者是你表现会优于法规规范，因为你就不是说，我努力了半天，我能够符合的就是让我达标。但这个就没有意思了齁，这个就不算，这个就不能让你申请。你要申请是你做出来的结果一定会优于法规规范的，但是他只要做这个法规外加性的审查就好了。那有排除对象的部分的话，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已经拿了再生能源的趸购费率，也就是你已经跟台电有签约20年的优惠趸购费率的人的话，你就不可以申请。第二个部分是你已经申请了再生能源凭证，也不能申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是排碳大户的话，在108年12月27号以后，你也不能够申请了。原因是因为这个就是违反了法规外加性的这一块。这是我们国内抵换专案的分成不同的规模，然后跟它的审查要件，它的基础申请就是必须要具有法规外加性，就是你是自愿，因为这个是自愿减量嘛，所以你就必须要是自愿的，而不是法规要求你的嘛。那外加性分析的话，其实就是其实它会有不同的外加性分析，但是在微型的减碳方法的话，它就是只需要符合法规外加性。那法规外加性的话，它会看的重点就是一，你不是因为法规要求来执行专案；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执行专案要优于法规的要求。本来是法规如果规定100，你现在是120。那你一定要减量之后，就是你能够算的其实就是100到80的部分，所以你如果只是120减到100就没有效了，就不能申请了。但是如果你是100减到80，那这个20你就是还是可以拿来申请哦。然后呢，微型专案的话，就是只要评估这一个程序。然后呢，如果你是已经完成注册的抵换专案，你虽然已经完成注册了，可是你如果后续你本来不是排碳大户，但是因为我们排碳大户的要求又越来越严格了嘛，所以你本来以前不是排碳大户，现在变成是了的话，他也会重新看你符不符合这个法规外加性。那其他的还有投资外加性的部分，就是不是因为有利可图你才去做的，所以他不能说因为他可以让我赚大钱啊，所以我就要做。没有，就是他这一个的外加性，就是虽然他没有办法让你赚大钱，但是他可以帮助你企业减碳，所以你投资它，就是相对而言，它可能不是最具财务上吸引力的专案，它是在减碳上值得做的专案。然后障碍分析的话是分析有哪些障碍嘛，说如果没有在抵换专案下，你是不是至少有一个障碍会让这个专案没有办法执行，例如钱啊，那或者是否至少有一个替代专案不会受到上述障碍的影响，就是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去执行，就是你可能可以跟银行融资啊，或者是会增加投资人的绿色融资这一块。然后普遍性的话，就是我们是为了减碳而心想出来的点子，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做很多类似的活动，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强调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公司的减碳效益更好的意思。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不只是要自愿减量，我还是要做我不只是要做自愿减量，而这个自愿减量是一个有效益的自愿减量，然后是会帮助我的公司的体质更好。那微型专案的抵换其实有2种，一种是计划型，一种是方案型。所谓的计划型，它其实就是单一的减量活动，就是只有一次性的，就是意思就是一个公司就只有一个场域在执行这个活动。可是方案型的，就是例如说我一个公司，我可能在全台湾的北中南东我都有买了森林，或者是我们在北中南东都有厂房，我们的每个厂房都有做再生能源面板，然后都有做太阳能面板、再生能源的储能设施这些相关的，那就是我可以一次性的申请一个方案型的，里面对应了多项的专案。然后呢，那这些如果假设都是储能的话，那它适用的方法学也是一样的话，我就可以一起申请。
然后所以它其实差别只是在单一厂区的单一减量活动，还是一个企业下多个产区多个同类型的减量活动可以一起来申请的意思。这个抵换的方法的话，就是在联环保署的刚才的那个网站上，其实都有做好很好的整理，它其实也还蛮多不同的类型可以申请的，蛮多不同的面向。那台湾目前为止使用的方法学就都是 CDM 的方法学做中文的翻译。然后在申请这个抵换专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叫做查验，就是你必须要找第三方的查验机构来证明说你的这一项抵换专案是可以有实际的这样子量化的减碳效果的。可是呢，目前为止啊，比较头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台湾最想要推，也是应该是最容易推的造林、植林跟农业的这一块啊，目前为止并没有确证，并没有合格的查验机构可以来做查验。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还蛮大的问题。